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。嚟緊呢就係毅行者啊跑步嘅旺季咯。咁喺一啲長途嘅賽事上面呢，我哋曾經見過有一樣好恐怖嘅事情發生，叫做撞牆，英文叫 hitting the wall。咁啊喺2015年咧，美國 Austin Marathon 入邊咧，我哋有一個肯亞長跑女子運動員啊，叫 Hyon Nikitich。佢去到臨終點嘅時候咧，佢係冇晒力，突然間變到好似啲喪屍咁咧，喺地下嗰度爬，好得人驚。咁但係佢想堅持咧，又唔想停喎，咁所以佢就用盡身體所有嘅力咧，去行去爬去終點。嗰個樣子都幾嚇人嘅。咁究竟係發生咗啲咩事呢？今集我哋就講下啦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頻道，一齊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。撞牆呢個字來自於 hitting the wall 或者叫 the wrong， 最早咧收錄喺牛津大字典1952年嘅時候就有㗎啦。我嘅廣東話翻譯咧係會譯成咧江糖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人咧冇晒糖嗰陣時咧就會謝晒冇晒力嘅。咁啊喺佢嗰個生理機制上面咧都同係糖有關係嘅。呢件事咧可以發生係咩？可以發生係突然間，亦都係可以漸進式嘅。突然間嘅意思咧就係如果你係跑一個42公里嘅馬拉松啦。接近咧去到30公里左右咧，佢就會突然間冇晒力，或者突然間抽筋，或者突然間發生啲怪嘢。漸進咧就係講緊毅行者呢一類咧，100公里嘅行山運動啊，或者喺外國啊，亦都有一啲超長嘅行山活動上面咧，去到接近一半40或者50公里嘅時候咧，就慢慢出現咗咧好酸痛喎，好似有啲喉唇乾，有啲暈暈地，跟住一路漸進地咧就越嚟越攰嘅。咁所以我哋分咗咧兩種狀態，一個突然，一個係叫漸進嘅。根據咧運動生理學專家Salman Bhai醫生嘅觀察咧，呢一個撞牆嘅機會咧，最常出現喺長途耐力嘅運動，超過8小時以上嘅運動啊，或者馬拉松嘅運動咧，就係30公里上。咁啊，點解會咁啦？就係我哋講緊咧糖呢樣嘢喺身體上面咧補給不足啦。一般咧，我哋身體嘅糖咧有肌肉入邊嘅糖啦，係儲存喺血液上面嘅糖啦，同埋儲存喺肝臟嘅糖嘅。當喺肝臟嘅糖咧耗盡嘅時候，而補給不切，原本咧只係用大腿啊、小腿嘅糖分咧都完全耗盡啦。就連咧我哋個腦啊最主要嘅能量來源都係糖啊，都唔夠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啲集中力啊、認知力下降嘅問題啦。喺肌肉身體嘅層面咧，呢個撞牆出現嘅時候就會發生超級攰。抽晒筋，喺平時咧你唔會抽筋嘅位置都會抽筋，即係一般我哋就小腿啊、大腿啊咁樣，咁你可能會覺得 pat 又抽筋，腳趾又抽筋，甚至乎啲胸骨啊或者係肚嘅位置都會抽。喺心肺嘅層面咧，就係心跳咧突然間加速加得好快，呼吸咧都會覺得又短又快，又短又快。喺認知上面咧，就係我哋會出現咩幻覺。莊子老師咧曾經係有一個病人話俾我知啊，佢夜晚喺毅行者嘅長途賽事上面咧，由於佢哋唔係
20個鐘頭就完成嗰啲啊，佢係可能係諗住30啊或者40個鐘頭完成嘅，佢哋係需要捱夜。當捱夜咧，好眼瞓、好攰，而糖分嘅吸收又不足嘅時候，佢哋會出現一個認知上面嘅幻覺啊，就係佢話俾我聽，見到有啲米奇老鼠喺個地上面行，係真係喺迪士尼卡通入邊嘅米奇老鼠喎，唔係你平時喺城市見到嗰啲過街老鼠喎，係見到一啲好活生生嘅卡通公仔咧，竟然喺個山上邊咧行緊。咁佢咧就係一個認知上面啊，喺個腦上面肝糖咧發生嘅一啲問題。咁啊，成因就係咩咧？再講啦，就係一般人咧肝臟儲存啊嘅糖咧量咧只有380 gram 嘅啫，即係等於咧1500大卡。長時間行山嘅運動咧，因應個人嘅體重同埋山路嘅陡峭斜度，會消耗咧大概300到500大卡每小時。咁啊，屈指一算計一計啦，我哋咧原來只需要3到5個鐘頭就可以將肝臟入嘅糖啊燃燒殆盡啊！如果你係一啲糖都冇補給嘅情況下，咁你原來3到5個鐘頭咧，其實已經係會用晒啲糖。因此咧，高強度嘅運動或者係長時間嘅運動咧，糖嘅補給咧係異常之重要。再嚟咧，我哋需要咧了解多一樣嘢，就係我哋人嘅能量消耗系統咧，就係分別咧有呢個用糖嘅時間同埋用脂肪嘅時間喎。幾時用糖啊？就係當我哋做一啲高強度或者係持續性嘅運動咧，我哋就會用糖嘅系統去消耗。幾時候用呢個脂肪啊？就係當我哋咧低強度，即係可能我哋係好簡單做幾下 squat， 好輕鬆嘅，或者我哋係落公園做一個散步嘅，好輕鬆嘅。咁我哋都曾經有講過心率呢一樣嘢啦。個心率咧，你唔 hit 超過松2，係啊，松2，即係如果一般成年人咧，我哋係講緊個心跳130、130幾、140以內，唔超過嘅時候咧，一般我哋都係用緊燃燒脂肪呢個系統嘅。而每個人咧，因應佢嘅體質啦，同埋佢嘅歲數啦，佢嘅糖同埋脂肪嘅消耗比例咧，亦都會有所不同嘅。咁啊，好多朋友同我講，如果佢撞牆嘅時候咧，都係一個極度痛苦嘅狀態。正如我哋啱啱片開頭嘅時候，就算一個精英嘅馬拉松運動員咧，佢都可以咧係撞牆嘅時候係表現出各種千奇百態。所以撞牆係一個非常唔好受嘅狀態。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預防呢？咁第一咧就係透過訓練啦。咁啊，一般我哋去毅行者嘅時候啦，可能都係話我屋企週末嘅時候，咁我約翻我3個隊友，加埋4個人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行邊度到邊度啦，就行10K、20K 咁嘅訓練。咁有時咧，你可能會跑下，或者你發覺嗰日咧原來打風落雨啦，你冇得去行山啦，你就諗住咧練個氣，就去球場啦、運動場咧跑一個10K 或者20K。咁樣嘅跑步嘅情況咧，如果你冇留意自己嘅心率係咪處於一個低強度訓練嘅話，你就可能係用緊糖嘞喎。因此我哋需要做嘅嘢咧，去預防就係訓練我哋自己用脂肪個系統。冇錯啦，用脂肪嘅系統就係要用一個低強度訓練，咁亦都係回歸翻我哋係盡量去到松2，唔好超過松2，因為一超過松2咧，你就會用緊嗰個糖嗰個系統。咁我哋就要訓練咧用脂肪個系統，用脂肪嘅消耗咧作為我哋嗰個能量嘅來源啊！不斷透過低心率松2嘅訓練咧，我哋就會增加用脂肪作為能量嘅習慣同埋效能嘅。咁你可能都會問啦，如果我一路咁練，係咪代表我一去到高強度嘅時候咧，都會變成用脂肪系統？冇錯，喺一個研究上面，我哋睇過咧，踩單車嘅運動員啦，如果佢嗰個強度啊一路咧 hit 到上去鬆4鬆5嘅時候咧，佢其實都會可以比起一般人咧用多咗脂肪個系統。咁嘅意思咧就係佢可以保存住身體嘅糖咧喺稍後先至使用嘅。
第二個訓練方法啦，就係叫做空腹下咧訓練長跑啊。因為咧空腹嘅時候咧，即係當你朝頭早起身未食嘢嘅狀態咧，你就係個肝臟儲存嘅糖咧，佢就處於最低點。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再進行一啲緩慢嘅長跑咧，就係迫使你呢一個肝臟嘅糖咧要慢慢使用。咁既然肝臟嘅糖慢慢使用，即係話會繼續用翻咩啊？冇錯，就係脂肪嘅系統咧，作為嗰個能量來源啦，令到長跑嘅時候咧可以唔浪費，而且慢慢咁用呢個糖嘅消耗。第三咧就係進行咧數次嘅50公里嘅訓練啊。咁啊，因為我哋都知道咧，毅行者係一個超過100公里嘅一個訓練啦。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去到比賽當日咧，先至 hit 100公里，平時完全冇試過超長嘅訓練嘅話，咁當你遇上撞牆嘅情況，你就會不知所措，亦都會好驚，因此都會想你試下咧50公里嘅訓練喺你平日上面，咁去試下感受一下有機會撞牆嗰個感覺。咁你到真係發生撞牆情況咧，你啲隊友亦都會知道你嘅狀態，亦都會預備定點樣處理你呢一個問題嘅。第二個大原則咧就係飲食上面嘅補充啦。咁既然咧所有嘢都係關於 carbohydrate， 即係呢個碳水化合物，咁我哋就一定有聽過一個字叫做 carbon 嘅 loading 啦，就係糖補原則。喺比賽前嘅一個星期咧，我就要開始咧減少訓練啦，多吃啲乜嘢咧就係水果啦，食多啲咧蕉啦、提子啦、蘋果啦、橙啦，同埋紫薯、乳酪、五穀。咁呢一啲嘅食物入邊咧 carbohydrate 即係碳水化合物嘅含量都會比較高啦，咁所以都建議咧可以係食你全餐入邊嘅50%咧係有呢一個碳水化合物㗎。咁啊到你比賽前3日咧就可以咧將呢個糖嘅含量咧再個比例增加到7%甚至8%啦。再重點就係比賽前一晚啦，可以咧食超高嘅碳水化合物嘅晚餐。咁大家平時都好想食糖啦，咁喺呢個 moment 大家就可以盡情咁食啦。到比賽嗰日咧，就算朝頭早有好多朋友話：哇，我要晨咁早起身啊，咁啊都好冇心機啊，點樣逼自己都好啦，都要去揾一啲糖去食。因此你一定要好明白自己平時係見到啲咩係會食指大動嘅。就嗰個食慾係可以上升嘅，咁你就預備定呢一啲嘅食物咧，當日嘅朝頭早咧，盡量去拍多啲，慢慢食，一定要預備咧呢一類嘅食品嘅。咁我通常咧都會建議大家咧飲啲運動飲料啦，就包括係補抗力啊、電解質嘅飲品啦，因為佢係補水補糖，亦都補電解質，而補電解質都係對於改善抽筋情況咧係有幫助。當然，仲有就係比賽期間啦。既然呢一個係一個20幾個鐘、30幾個鐘、40個鐘頭嘅嘢啊，咁就千祈唔好等到肚餓先至補給啦。因此咧，一啲運動類型嘅一啲 gel 啦，係啊，或者有啲朋友係講話我唔得㗎，我一定要食飯，咁你就要叫你嘅 supporting 嘅朋友咧係預備定呢個粟米入粒飯啊，俾你啦。咁但係通常咧都唔建議啊，咁你一定要操下自己嘅胃咧，食一啲簡單嘅糖嘅嘢，係費事個肚咧會滯住咧，影響你個 performance。咁我哋會建議每30到60分鐘咧就要補給一次咧一啲 energy bar 或者 gel 嘅。仲有一個小 tips 俾大家啦，就係訓練啦，同埋比賽當日咧都可以多啲鍛鍊自己嗰個覺察喺自己個呼吸上面，保持深、慢、長3個大原則嘅呼吸咧，就可以令到個人盡量放輕鬆，同埋咧令到二氧化碳咧喺身體裏邊咧處於一個平衡嘅狀態。將自己個頸膊咧放輕鬆，留意住自己嘅心跳嘅速度。
正如我哋都講咧，毅行者如果佢發生呢個撞牆，應該係慢慢發生嘅。咁你要開始要留意，如果突然間個心跳紊亂啊，個呼吸突然間變得短促嘅時候，你就要開始有個意思意味，就去諗下啊，大家自己係咪進入呢一個唔夠糖嘅狀態咧？因為如果一唔夠嘅話，你就可以補充噶啦。最後當然就要講下，如果發生呢一個撞牆呢一個 moment 究竟要點解決？咁我哋都係講緊兩樣嘢嘅啫。第一，一定就係即刻再補糖。咁通常就係話頭先講心跳加速啊，或者呼吸啦，甚至乎有少少啲聲聲啊、暈暈地啊嘅時候咧，就要立刻補充糖分嘅啦噃。咁啊，都係一個teamwork 嚟噶嘛。咁所以時刻咧就留意下自己嘅partner。喂，點啊？你而家狀態如何啊？咁啊，都行到30-40公里咯噃。今日你個天氣仲要咩啊？特別熱啲喎。咁啊，好取自己個身體嘅水分喎。咁樣咁，不如就真係大家咧，一去到40-50K 啊，30-40K 咧，即刻要多啲照顧大家。O 唔 OK？頂唔頂得順？頂得順，唞下先，保持下輕鬆嘅呼吸啊，互相提點大家，呢個好緊要。同埋真係啦，一好明顯自己到進入咗呢個撞牆狀態嘅話咧，好簡單就係去停低，拉下筋，拉下小腿、大腿，係啊，做下啲深呼吸，深慢長嘅呼吸，等自己咧放輕鬆晒，等啲糖咧慢慢可以上翻咩啊？上翻我哋個腦先，因為個腦係食我哋糖好多噶，咁你要俾翻多啲糖佢先，咁佢就個人開始精神翻有力，咁你就可以繼續進行你嘅比賽啦。今集咧講撞牆啊，即係話降糖呢一樣嘢咧，就係到咁多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 enjoy 呢一個冬嘅時候行山啊、跑步啊嘅一個好嘅季節啦，多啲留意下自己啲大自然咧，去享受下運動嘅樂趣。如果大家咧對於呢一個 topic 有咩問題咧，歡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，我都會抽時間咧答大家嘅。下次見。